我老公给他秘书转账近100万，那些钱本该是我们的共同财产，却成了他赠予秘书小三的礼物。那女人竟在社交平台上截图炫耀特殊数字520000，而我不过是在评论区评论了一句有些人该懂得避嫌，就被小三拉黑，还被我所谓的老公打电话威胁不要胡说八道。第二天，小三又晒出100万的转账截图，这是在对我宣战。可这次我不在意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苏月，一个看似拥有幸福婚姻的女人，此刻却被不安与疑惑紧紧包围。指尖无意识地在手机屏幕上滑动，一条推送消息悄然跃入眼帘，是杨怡，那个总是以职业姿态出现在我生活中的女人，我的丈夫谢书成的秘书。她分享的不是日常琐碎，而是一张转账截图，那串数字520000如同锋利的刀刃，直刺我心。呵，真是讽刺。我喃喃自语，心中五味杂陈。曾经以为的坚不可摧的婚姻，如今却在这冰冷的数字面前显得如此脆弱不堪。我深吸一口气，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但手指却不受控制地点开了评论区，留下了一句：有些人该懂得避嫌。然而，我的提醒如同石沉大海，未等激起一丝涟漪，便已被杨怡迅速删除，并伴随着一声刺耳的提示音，我被他拉入了黑名单。那一刻，愤怒与屈辱交织，我几乎能听见自己牙齿紧咬的声音。他凭什么？他凭什么可以这样堂而皇之地破坏别人的家庭？正当我情绪即将崩溃之际，电话铃声突兀地响起，屏幕上跳跃着谢书成的名字，我的心猛地一紧，接通了电话。苏月，你在干什么？为什么要在网上胡说八道？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与不解，仿佛我才是那个做错事的人。我胡说八道？谢书成，你看看那是什么？我几乎是用吼的方式回应，将手机屏幕举到耳边，但电话那头只有沉默。苏月，你冷静点，我们之间的事不要牵扯到别人。他的语气有所缓和，但话语中的维护之意却让我心如刀绞。我们之间的事，我们之间有什么事是见不得光的？你给他转那么多钱，又算什么？我质问道，声音颤抖。够了，苏月，你无理取闹也要有个限度，我不想再跟你争辩。说完，电话那头传来了忙音，我被彻底挂断了。再次拨打，只听到冰冷的机械女声：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紧接着，微信也显示了一个刺眼的红色感叹号。我笑了，笑得苦涩，笑得绝望。谢书成，别后悔。我颤抖着手指编辑了一条短信发送出去，尽管我知道他可能永远不会看到。那一夜，我辗转反侧，泪水浸湿了枕头。第二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窗帘的缝隙，照在我的脸上时，我睁开眼，迎接我的不是新一天的希望，而是更加残酷的现实。微信消息提示音此起彼伏，我打开一看，满屏都是好友发来的截图。杨怡再次炫耀般地晒出了转账记录，这次金额更加触目惊心，100万。他这是在向我宣战吗？我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愤怒与悲凉。我闭上眼，深吸一口气。1个星期前，我从医院的大门缓缓走出，阳光虽明媚，却照不进我心底那片阴霾。医生的话语在耳边回响，如同冰冷的雨滴，提醒着我身体的脆弱与不堪。但我心中有股执拗，我轻轻摇头，拒绝了医生的医嘱。
决定回家。2个月前的那场意外，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我所有的幸福与期盼。孩子的离去，让我的世界瞬间失去了色彩，而谢书成的冷漠与疏离，更像是利刃，一次次在我心上划开新的伤口。但即便如此，我仍试图用爱与坚持，为我们的婚姻筑起最后一道防线。回到家，我换上精心挑选的衣物，每一件都承载着我对这个家、对谢书成的深情与期待。镜子里的我，努力挤出一丝微笑，试图掩盖眼底的疲惫与哀伤。我知道，今天是我们的结婚5周年纪念日，一个本应充满温馨与甜蜜的日子。我满怀希望地发送了消息给谢书成，却如石沉大海，没有回应。直到夜幕降临，他才带着一身酒气，踉跄着推开家门。他的眼神空洞，仿佛看不见我精心准备的晚餐，也看不见我特意装扮的容颜。给你的蛋糕。他随手将一个包装精致的盒子扔在我面前，那是一款我们曾经最爱的蓝莓蛋糕，但现在看来却如同讽刺。里面的蛋糕体虽然不明显，但依旧可以看出来被人吃掉了一个小三角。我愣住了，因为就在几个小时前，我在杨怡的社交平台上见过这张蛋糕的照片，她笑得那么灿烂，而此刻这块蛋糕却成了我婚姻中最刺眼的笑话。谢书成，你什么意思？我的声音在颤抖，心中的怒火与失望交织成一片。他皱了皱眉，眼神中闪过一丝不耐。不就是个蛋糕吗？至于这么大惊小怪？至于吗？这是杨怡吃过的蛋糕，你把它带回来给我，这就是你对我的纪念日庆祝。我的声音提高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苏月，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不可理喻？他反驳道，语气中满是轻蔑。你是不是后悔跟我结婚了？我愣住了，泪水终于滑落。后悔吗？或许有过吧，但更多的是不甘与心痛。我张了张嘴，却发现喉咙像被堵住了一般，无法发出声音。我们就这样对视着，空气中弥漫着压抑与绝望。最终，我选择了沉默。我知道，再继续下去也只是无谓的争吵。我转身走进房间，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我需要去买些药和女性用品，但当我提出这个请求时，谢书成的冷漠与不耐烦让我彻底死心。我独自一人走进雨中，暴雨如注，仿佛连天空都在为我哭泣。我艰难地行走在湿滑的路上，每一步都如同走在刀尖上。回到家中，我已全身湿透，但心却比身体更冷。我坐在床边，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心中做出了决定。这段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我拿起手机，开始起草离婚协议。这一刻，我没有了犹豫，只有坚定。没过几天，微信上公司的共同好友发来消息问我，苏姐，公司的庆功宴你怎么没有去啊？你不在现场，杨怡那个贱人可得意了。我独自坐在电脑前，屏幕的光亮映照出我苍白的脸庞，心中五味杂陈。谢书成的公司庆功宴视频如同一枚锋利的针，刺破了我试图维持的平静。视频里，他笑得那么灿烂，与员工们举杯共饮，那份豪爽与领导风范曾经是我引以为傲的，但如今这一切在我看来都变得那么刺眼。尤其是当他为杨怡挡酒的那一刻，我的心仿佛被重物狠狠一击，痛得难以呼吸。那件西服我至今记忆犹新，结婚纪念日时我亲手挑选，满心欢喜地送给他，以为那是我们爱情的见证。而今他穿在他的身上，却成了他与另一个女人亲密无间的证据。我闭上眼睛，
试图将那些画面从脑海中抹去，但泪水却不听话地滑落，滴落在冰冷的键盘上。我点开了杨怡的社交媒体，她的动态里满是对谢书成的感激之情，还有那张她和杨怡的合照。照片中的杨怡紧紧地挨着他，头靠在谢书成的肩膀上，而谢书成的手则轻轻地搭在杨怡的腰间。二人的脸上呈现出幸福的笑容，是如此的刺眼。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我们婚姻的真实写照。他已不再是我的依靠，而是别人的避风港。我的心彻底凉了。我深吸一口气，决定不再逃避。我联系了离婚律师，预约了面谈时间。我知道这将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步，但我必须走下去，为了我自己，也为了那个曾经对爱情充满憧憬的我。就在我沉浸在即将离婚的思绪中时，电话铃声突兀地响起，屏幕上闪烁的是谢书成的名字。我有些意外，更多的是不解，他竟然会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喂，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苏月，公司的团建活动，我希望你能来。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仿佛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团建活动，我愣了一下，随即冷笑。谢总，我们之间似乎已经没有参加这种活动的必要了吧？苏月，我知道我们之间有些误会，我希望这次活动能给我们一个机会，好好谈谈。他的声音里多了几分诚恳。我沉默片刻，最终还是答应了。或许这是最后一次，让我看清他的心，也让我自己彻底死心。团建活动的那天，我特意打扮了一番，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我自己。当我走进会场，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包括谢书成的。他走到我身边，公开介绍我为他的太太。那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但心中的裂痕却再也无法弥补。游戏环节，他试图让我参与进来，但杨怡的出现打破了所有的和谐。他故意输掉游戏，然后挑衅地看向我，要求我喝酒。我知道这是他的手段，也是他的挑衅。在那场本应是公司内部团结与欢聚的团建活动中，我从未想过自己会以一种如此狼狈而绝望的姿态，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灯光璀璨，笑声与欢呼交织，却在我心中投下了一片无法驱散的阴影。杨怡，那个总是以温柔秘书形象示人的女人，此刻却像变了个人似的，嘴角挂着一抹挑衅的笑，径直向我走来。她的目光里没有丝毫的歉意或退让，只有赤裸裸的敌意。苏月，听说你很能喝，不如今天就来一杯吧。不喝，可就是看不起我们谢总哦。他的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周围的人听得一清二楚，话语中的刺直指我的心脏。我深吸一口气，试图保持冷静。我深知这不仅仅是一杯酒的问题，而是他与谢书成之间那些我早已察觉却不愿面对的秘密的挑衅。我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抱歉，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不能喝酒。然而杨怡并未就此罢休，她突然上前一步，抓住我的手腕，将手中的酒杯强行凑近我的唇边。不喝也得喝。她的话语中带着不容拒绝的疯狂。我奋力挣扎，却无济于事。那一刻，我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扼住了喉咙，只能眼睁睁看着酒水被强行灌入我的口中。那一刻，窒息感铺天盖地而来，我剧烈地咳嗽着，试图将那些冰冷的液体从喉咙中吐出，但杨怡并未松手，反而加大了力度，直到我几乎要失去意识。愤怒与不甘在我心中涌动，我猛地一怔，
终于挣脱了他的束缚，将手中的酒杯狠狠摔在地上，酒水四溅，溅湿了我们的衣衫，也溅湿了周围的空气。你，杨怡瞪大了眼睛，显然没想到我会反抗。我站起身来，直视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我再说一次，我不会喝这杯酒，更不会为了任何人的面子而牺牲自己。至于你和谢书成之间的事，我想我们都需要一个解释。我的话音未落，谢书成便冲了过来，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的几乎要将我的骨头捏碎。苏月，你够了！向杨怡道歉，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与不解，仿佛我才是那个破坏了一切的人。我愣住了，心痛如绞。我看着眼前这个我曾经深爱的男人，他的眼中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温柔与关怀，取而代之的是冷漠与责备。我挣脱他的手，冷笑一声：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做错事的人不应该是你吗？谢书成，你问问你自己，你的心到底在哪里？你和杨怡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刀，直接刺进了谢书成的心脏。他脸色铁青，情绪失控地抓住我，再次试图将酒灌入我的口中。你闭嘴，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他的动作粗暴而决绝，我无力反抗，只能任由酒水再次涌入我的喉咙，呛得我几乎要窒息。在那一刻，我仿佛回到了2个月前那个失去孩子的夜晚，那种绝望与无助再次涌上心头。我挣扎着，试图挣脱他的束缚，但就在这时，一股温热的液体突然从我的下腹流出。我低头一看，全是刺眼的鲜血。我惊恐地瞪大了眼睛，那一刻，我的世界仿佛被血色染红，让我几乎窒息。我清晰地感受到一股温热的液体正悄无声息地从我腿间滑落，带着生命的温度，却预示着不祥。我试图呼救，但声音微弱的几乎连自己都听不见，只能无助地任由身体逐渐失去控制。苏月，苏月，你怎么了？一个焦急的声音猛然间穿透了我的意识迷雾，是谢书成。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慌乱与恐惧，像是即将失去什么珍贵之物一般。我勉强睁开眼，只见他脸色苍白，双眼紧盯着我，眼中满是担忧与不安。快送我去医院！我用尽全身力气挤出这几个字，随即又陷入了昏迷之中。我感觉到他的身体在颤抖，手臂紧紧抱着我，仿佛害怕我会随时消失。让开，让开！谢书成的声音突然变得异常坚定，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我模模糊糊地看到他用力推开挡在我们之间的杨怡，他的脸上写满了惊讶与不甘，但此刻的谢书成眼中只有我和我的安危。书成，你……杨怡试图说些什么，却被谢书成的决绝打断。他抱着我，不顾一切地冲出人群，向医院狂奔而去。我能感受到他急促的呼吸和心跳。在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我紧紧抓住谢书成的衣襟，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感。在医院醒来的那一刻，周遭的消毒水味与窗外透进的微弱光线交织成一种难以言喻的孤独感。我缓缓睁开眼，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柔软却冰冷的单人病床上，四周是洁白无瑕的墙壁，偶尔传来远处病房的细碎声响，更显得这份宁静中的孤寂。李叔，那个总是带着和煦笑容的老人，此刻正坐在我的床边，眼神中满是关切与心疼。苏月，你终于醒了，感觉怎么样？他轻声问道，语气中透露出不易察觉的颤抖。我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对李叔表达了我的感激。李叔，谢谢你，我没事，只是有点累。
说完，我环视四周，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酸楚。李叔，我想问你一件事。我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问道：关于谢书成和杨怡，你知道多少？李叔叹了口气，似乎早已预料到我会问这个问题。苏月，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但怕你承受不住。谢总的公司最近确实遇到了大麻烦，资金链几乎断裂，而杨怡的父亲看中了谢总的潜力，愿意出手相助，但条件是杨怡必须成为公司的二把手。我听着李叔的话，心中并无太大的波澜。这些利益纠葛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如此遥远和陌生。李叔，这些我都不在乎了，我已经决定离婚，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交易。话音刚落，病房的门轻轻被推开，谢书成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穿着整洁的西装，但脸上却难掩疲惫与焦虑。他看着我，眼神复杂，仿佛有千言万语想要诉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苏月，你醒了。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没有回应他的问候。谢书成，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离婚协议书我会签好寄给你，你不需要再来了。我的语气决绝而坚定，不给自己留任何退路。谢书成闻言，脸色一白，似乎不敢相信我会如此决绝。苏月，你听我解释，我和杨怡之间真的没有什么，你误会了。他急切地想要解释，但我却已经失去了听下去的耐心。误会？庆功宴上你为他挡酒的时候，也是误会吗？我冷冷地打断了他的话，脑海中浮现出那个让我心痛的画面。就算你们之间真的没有什么，我也不想再和你在一起了。我们之间的信任已经彻底崩塌了。谢书成的脸色变得难看，他低下头，沉默了片刻。我承认，我那天做的不对，但我真的没有背叛你，我只是……他的话语戛然而止，似乎连自己都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适的借口。够了，我不想再听任何解释。我打断了他的话，目光如炬。我已经失去了我们的孩子，这是我最无法原谅你的地方。你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谢书成的身体微微一震，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中闪过一丝痛苦与不舍。苏月，对不起，我会接受离婚，也会尽量多补偿你。他的声音低沉而沉重，仿佛背负着千斤重担。我冷笑一声，回应道：补偿？如果你没有钱，你将一无所有。谢书成，你以为钱可以弥补一切吗？你错了，有些东西一旦失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就在这时，李叔突然插话道：谢总，杨怡小姐因为烫伤进了医院，她的父亲非常生气，正在到处找你。谢书成闻言，眉头紧锁，但随即又恢复了冷漠的表情。我知道了，但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他看向我，似乎在等待我的回应。我别过头去，不再看他。你去吧，我累了，需要休息。我的语气冷淡而疏离，仿佛我们之间已经隔了千山万水。谢书成沉默了一会儿，最终还是转身离开了病房。门关上的那一刻，我仿佛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起，是谢书成打来的电话。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通了。苏月，我知道你现在很恨我，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和杨怡之间真的没有什么。我已经告诉他不要再找我了，我已经结婚了。他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带着一丝疲惫与无奈。我听着他的话，心中却已无波澜。谢书成，这些话你现在说已经太晚了，我们已经结束了，以后各自安好吧。说完，我挂断了电话，将手机扔在一旁。
我闭上眼睛，任由泪水无声地滑落。我知道这段婚姻，这段爱情已经彻底走到了尽头，而我也将带着满身的伤痕，重新踏上属于我自己的道路。出院的那天，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斑驳的光影，给这个平凡的日子添上了一抹不平凡的色彩。我站在医院门口，深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气，心中五味杂陈。转身回望这座曾给予我痛苦与希望的地方，我告诉自己，一切都将重新开始。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视线中，谢书成。他手里提着一袋水果，脸上挂着复杂的表情，向我走来。我微微一愣，随即恢复了平静。苏月，我来接你出院。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仿佛害怕我会拒绝他的好意。我淡淡地看了他一眼，语气平静而坚决：谢书成，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不需要。他闻言脸色一白，似乎没想到我会如此直接。苏月，我知道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弥补好吗？他急切地抓住我的手，眼中满是恳求。我轻轻挣开他的手，目光坚定。谢书成，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可能了。你对我的伤害，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抹去的。我已经彻底失望了，无法再相信你。他沉默了一会儿，似乎接受了这个事实。好吧，我尊重你的决定，但请允许我最后为你做一件事。我会尽快处理好离婚的事情，给你应有的补偿。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释然，也带着一丝无奈。我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看着他转身离去的背影，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是解脱还是遗憾？或许两者都有吧。正当我准备离开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杨怡，她站在不远处，脸色苍白，眼神憔悴，仿佛一夜之间老了许多。她缓缓向我走来，每一步都显得那么沉重。苏月，他开口想要说什么，却又突然停住了。我冷冷地看着他，没有给他任何开口的机会。杨怡，你的事情我已经不感兴趣了。你和谢书成之间发生了什么，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我只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他闻言，眼眶微红，似乎想要辩解什么。苏月，我知道我做错了很多事，但我真的只是因为太爱谢书成了。他的话语断断续续，显得那么无力。我打断了他的话：杨怡，你的爱情观我无法苟同，但无论如何，你都不应该成为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现在说这些已经太晚了，你走吧。他看着我，眼中闪过一丝绝望。苏月，我求你一件事，不要让谢书成知道我来找过你，好吗？我不想让他更加恨我。我冷笑一声，如果谢书成不知道你来找过我，那么你之前所做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你只是想逃避责任，逃避自己的内心罢了。他无言以对，只能默默地站在原地，看着我离去的背影。我没有回头，因为我知道我和他之间已经没有任何交集了。1个月后，我收到了谢书成寄来的离婚协议书，上面已经签好了他的名字，字迹工整而有力。我轻轻抚摸着那张纸，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这不仅仅是一份离婚协议书，更是我们之间彻底结束的见证。李叔的电话适时打来，询问我的近况。苏月，你还好吗？我听说你出院了，需要帮忙吗？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关切。我感激地笑了笑。李叔，我很好，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关心。其实我明天就要出国了，开始新的生活。他闻言愣了一下，随即笑道：好啊，苏月，
你终于决定放下过去，开始新的生活了。我为你感到高兴。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尽管告诉我。我感动地点了点头。谢谢你，李叔，我会的。挂断电话后，我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世界。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去一个全新的地方，开始全新的生活。我深吸一口气，心中默默地说：再见了，谢书成，再见了，过去的一切。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我最后一次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那里有我曾经的爱与恨，有我的欢笑与泪水，但此刻他们都已经成为了过去。我微笑着踏上了前往未来的航班，我知道前方等待我的将是更加广阔的天空和更加精彩的人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